们今天去涩谷，大部分是不给拍的，除了我确定要买琴的那间店让我拍了一下以外。对，你不买，他不让你拍。对，他说只能拍他试琴，是拍我试琴的画面，我可以被拍，然后其他都不能拍。对，然后强调就是颜色、气色、那个情境，然后这些所有的抽屉里面全部都是配件。这里面都有。就这2天来到东京，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和收获？一个是自己个人上的，一个是关于就是吉他和 Fender 这方面的。因为我是疫情之前的11月份刚回北京，就从日本回的，跟穿越似的感觉。然后这个地方还是那样，但是人又长了3岁，所以看待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讲，这次参加 Fender 这个活动收获挺大的，因为我们在中国也见到很多的 Fender 的琴，除了这边有一些针对于比如说旗舰店的限定款以外，最新款式以外，其实大多数很多的琴我们在国内都能见得到，但是他们的陈列和基于这个文化属性的一些东西，包括整个的装修、工作人员、职业的态度，以及对于文化的尊重，对于细节的一些追求吧，就让你觉得也许可能我们还能在国内能做得更好，很多事儿，包括米亚维在北京的演唱会我也看过，但是你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这些人，包括 Marty Friedman， 包括彩虹乐队的 Ken， 你会感觉到他们的那种职业和敬业。特别是米亚维，你可能看到了他更多私下的状态，或者说他进入一个工作的整个的状态。因为你看昨天演出的乐队和艺人其实还是挺明显的，你看米亚维明显是艺人的状态，而前面的表演的可能更加乐队的、更加自然的那种状态不一样，两种东西都会给你一些收获，就是真实的做摇滚乐可能会是什么样，然后更加商业化、更加职业的艺人应该是怎么去做的，都给我很大启示。你其实自己也没有想到是一定会带一把走吧？没想过，因为这次来本身时间比较短。等一下吗？这个？那个琴就是昨天进屋，因为3层不是那个 custom shop 吗？左边有一半是 custom shop。然后 custom shop 里边不还有一部门叫 master build 吗？就是这些制琴大师做的可能规格更高一些的琴，然后都在玻璃柜子里，可能就是规格再高一点的琴。然后我突然就看到一把琴，和我想象的，如果我要去订一把 Fender 的 master build 自己来用，现场用，可能就是那样的。因为你一看它的配置很清楚，包括它是谁做的，然后你就大概知道它能出什么样的声音。今天我一试，跟我想象几乎是一样的，甚至可能还更多一些惊喜吧。就是真的很适合你的点是哪一些方面？除了它的外形以外，它的配置上最大的特点是它首先是22品的，因为传统的Fender绝大多数都是21品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后拾音器是双线圈的，因为它前2块拾音器2块单线圈拾音器是比较 vintage 的音色，但是后块就是琴桥拾音器是功率非常大的，在现场非常的好使。这个其实Fender很少做，它也做。但是如果做成这样的，它可能更多致敬的是80年代的那些摇滚的 heavy metal 那些琴，它可能就会用到弗洛伊德 Rose 的双摇的琴桥，但是这款没有，还是用的传统的这种琴桥，所以它恰好是我需要的这种。而且它本身它就是那谁叫春田道哉，对吧 ？Master Build 里边它的签名的款式，所以就是针对于这一类可能又有蓝调的音乐风格，又有舞曲的音乐风格，又有摇滚的音乐风格，那大家的使用的取向是接近的。而且它还非常漂亮的是一个反头的，而且是大头的。这个大头是从69年以后才有的，但是其实这个琴的琴体是56年，所以它融合了很多种不一样的有趣的元素在这上面。应该自己收藏很多把吉他吧？这2年多一点，因为拍自媒体节目。其实我自己不是一个需要用很多琴的人，在过去，因为我觉得音乐本身可能更重要。但是你拍节目的时候，就会基于文化的认识到很多，接触到很多。那有一些东西你觉得确实挺好的，然后你就可能会去收藏它。
那你这些不同的这些吉他，就是说，会肯定是要满足你不同的需求嘛，或者你大概是什么情况下会需要什么样不同的需求？对我来说，相对来说这事儿复杂一点，就是它要依据不同的歌去调整。但是比如说我这次买的这把琴，就可以能保证我几乎不换琴，而在一整场里边全都能使用这一把琴完成所有的歌。不同的琴它会有很多不同的属性，有的琴就非常适合独奏，弹 solo， 有的琴非常适合伴奏，有的琴可能配置非常现代，颤音系统很现代那种，然后品更多的，然后手感可能更易于快速演奏的，有些琴是这样的，但是有些琴呢，比如说 Fender 这类的，它就更多的是在音色层面。知道您也用了很多就是不同的这个吉他品牌嘛，就是在你看来 Fender 它和其他品牌就是比较大的不同的点，就是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主要使用 Fender？ 因为你从小的这个音色品味就建立在这个琴上。我第一把琴是一仿的 Fender 哥哥传给我的一把琴，当年可能在90年代初卖个400-500块钱，就不便宜了。当时那完全是一个仿着 Fender 做的那么一个琴。自己买的第一把琴就是 Squire 非典那会儿，然后就一直用那个琴用很长时间，然后再后来墨西哥产的 Fender， 然后换到日产的 Fender，然后到最后到美产的分的，其实是一种习惯。吉他这样的一个乐器而言，你觉得在这几年当中，它有发生一些就是变化吗？包括就是生产商品牌怎么样去在就是塑造它的一些新的东西也好，或者说是你了解的一些就是职业乐手啊，或者是那个爱好者啊，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它的需求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发生了？就是更加大众化的音乐的方向是在往复古的方向走的。我们拍了很多关于这个的节目，我也跟各个琴行的这些人在打交道，他们就觉得最近这些年明显这个销量就上来了。那说明大家对更轻的音乐、可练痛的单线圈的声音开始能理解这件事儿，它也更多的出现在包括选秀节目、包括电视节目、包括这些艺人，主流的艺人也开始在使用这些东西。说心里话，想把它弹好听的并不容易，它上手很容易，就是你一开始觉得很好听，但是真想把它的味道彻底发挥出来，又需要你可能听很多音乐，包括练习很多音乐相关的东西，这是一块儿。另外一块的就是有一些创新的产品，就可能要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出现。就比如 Fender 前一阵出的这个 Acoustic Sonic 这琴，就是因为在我看来那已经是非常大胆的一种创新了。你知道很多人是不愿意接受变化，但是他又渴望你出新的变化。我觉得这个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对，需要时间。昨天简单的聊到了关于 AI 对于就是音乐的这个影响，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对你的演奏也好、创作也好，一些影响可能是正面的，可能是负面的，就是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思考过，就比如说一件最简单的事，检索、搜索这件事，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人必须要学会搜索的能力，你才会有辨别能力。这样你才能在复杂的这个各种信息来源，尤其是现在信息爆炸的情况下，去寻找到真正对你而言有用的东西。而基于算法的这些东西，就会让个性损失，产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更加趋同。那从创作的角度上来讲，它让创作变得更容易，真正打动人的东西，很多东西是不能用算法算出来的。我们为什么现在仿佛听到的好作品越来越少？其实恰好就是因为这些科技性的东西、现代化的能帮助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那你去研究创作本身这件事儿，研究感动这件事儿，从生活当中汲取感动的这个时间就会变少。你是否还能拿出来那么多时间去听音乐？是否还能拿出来那么多时间去看一本书？你是不是还能从一张专辑里一首一首挨着不倒的那么去听音乐？而实际上好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前2天录了一期节目，聊到了就关于时间这件事儿。其实最可贵的就是做任何一件事儿，你想把它做好，无论是短暂的还是长久性的，你都需要非常认真的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做。一旦你想急于求成，或者很功利化的、很急功近利的去处理一件事儿，只要你不认真对待这件事儿，它马上就能给你点颜色看。你自己的创作的状态，就是会需要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地方、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状态？就得安静，内心得安静。我还是认为艺术，或者说哪怕是商业的流行音乐作品，它都应该有个性，它都应该不一样。而这种不一样，它就是在生活当中
去体察的，你去敏感的去细节去抓很多东西，处于一个很忙碌的不平静的一种状态下，你很难去仔细的捕捉很多很细的东西。平时会记录一些灵感，在最近忙的时候，比如晚上睡觉之前经常会有灵感，半梦半醒的时候会经常脑子里蹦出一些奇怪的想法，然后我会趁着我还没睡着的时候赶紧把它写在手机上，以前就是写在本上，在你安静的时候，你彻底的回忆能回忆起来一完整的一个脉络，但是它还是需要时间。那你说这些东西是不是算法能帮你算出来的？我觉得可能不行。包括弹琴也是，恰好那些最真实的、最感动人的，它就像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出来的东西一样的那种差别。对，我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您现在做这个自媒体，包括 B 站，你有没有观察过您的那些受众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群？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可能就是好像是一个还挺难得的氛围，大家在那边非常认真的、纯粹的讨论音乐。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但基本上我觉得应该集中在就是17、18到30左右这个年龄段，大众娱乐更受欢迎的很多东西是不需要思考的，而我讲的好多东西是希望启发到他们思考。比如说我们喜欢音乐，是因为你尊重艺术，其实向往艺术，向往自由，然后渴望自己参与到其中，又能通过它表达自己，或者说能在这个复杂的生活当中，既跟生活相关又脱离生活的一种对话方式。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需要听音乐，就像我的那节目的一个 slogan 似的，我希望能够影响到一些人去重新看待音乐到底跟我们的生活是一件什么样的关系。其实你不只是从看音乐这件事儿上，从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方式，其实那个可能更重要，音乐只是一方面的体现。你说的有那个第一把琴到现在有多少年了？02年到现在21年。21年。我弹琴不算特别早，但是总在弹，年头也没有那么重要，还是看你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儿上。是的，接下来演出在哪里啊？对，可能8月份都是跟叫石路，你知道吗？在帮他弹贝斯，然后我自己的巡演要到9月份。就是我们上半年没去到的那些城市。说到贝斯，我这半年弹贝斯比弹吉他多。其实贝斯也特别有的聊。你看日本人吧，比如说昨天我们听，我不知道小周你意识没意识到，日本人特别在意贝斯，贝斯音量开巨大，就是他绝对让你听清楚贝斯。你包括那个外边经常播的好些歌里，那贝斯恨不得跟那唱开一边大，就日本人特别喜欢贝斯，而且特别在意贝斯。音乐节其实过去3年都有一种好像是那个更火了的这个趋势，不知道就是这样子的发展方向对于接下来可能，我不知道。爆发性的音乐节呢，肯定是有一部分的音乐行业从业人员挣着钱了。这事说来其实有点深，很卷现在。但是这种卷呢，不卷在艺术创作上，就是更多的花在音乐本身的时间在变得越来越少，花在营销包装，然后人际关系按这方面的事儿可能会越来越多。但是没办法，你也左右不了。像比如昨天这个活动，又有文化，又有商业性，还有摇滚乐，还有乐器。每一个上台表演的人都精通乐器演奏。有没有偶像明星？有，米亚维比别人更精通乐器演奏。就是玩音乐的人把音乐玩好，不断的努力，能看到一些希望和感动。对，昨天我觉得氛围特别好。后来我看到你在上面跟那个 Ken 在那个一起，对吧？我还帮你拍了一张。昨天特别有趣。昨天我跟他一起 jam 的时候，他那把琴的音量巨大，我拿到那把琴音量巨小。我弹 solo， 我一弹我就发现，听不见。那我就转而去给他伴奏，好好的给他伴奏，铺好。他感受到了，就是其实那个是音乐人之间的一种，或者说从音乐层面上的一种沟通吧。他马上就意识到了，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上去是要展示自己的，是要跟标一下的。而我觉得昨天那个我能跟他在音乐上的简单的一个互动吧，就挺好，是音乐层面的。就这种想法可能让我能一直坚持做现在的事儿的一个动力。本身，包括我们频道的很多小伙伴，你跟他是有缘分的，他愿意看，喜欢你。就像我那天碰到台湾的做自媒体的，从来没见过，但是彼此都看过互相的节目，就觉得巨亲切。